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残酷的现象？世上越是善良、慈悲，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的人，往往活得最辛苦、最委屈。你处处为他人着想，掏心掏肺，换来的却常是亲近之人的冷漠与背叛。很多人哭着问，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孽？为何坏人潇洒？我吃斋念佛却如此受罪。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底层逻辑，这根本不是你命苦，更不是老天瞎了眼，而是因为你的愿力太重，灵魂太干净了。佛家讲相由心生，你累世的修行早就刻在了色身之上。请你看你的大拇指，具体在哪里呢？就在大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之间，也就是大拇指根部往上的那一节。你看仔细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个地方的纹路是杂乱无章的，就像是被乱刀砍过一样的细纹，或者是几条断开的横线。但是有极少数的一类人，那个地方的纹路非常特别，它是两条清晰的弧线，一上一下相对而行，最后扣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像枣核或者像一只眼睛一样的形状。请务必看清楚，必须是像一只眼睛，如果开口了不算，如果只是一条横线也不算。这个殊胜的印记在佛家有一个极其响亮也非常殊胜的名字叫做佛眼纹。大拇指代表着你的本性与意志力，在你的本性之上长出了一只眼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的灵魂是时刻清醒的。你与世间的浑噩之人不同，你所经历的种种辛苦，其实正是这只佛眼赋予你的生命功课。你跟世间那些浑浑噩噩只知道追名逐利的人完全不一样。老天爷或者说佛菩萨在你身上安了一个雷达，如果你手上真的有这个佛眼纹，那我恭喜你，同时我也深深的心疼你。恭喜你，是因为你根气非凡，你带着极高的悟性来到人间。心疼你，是因为拥有这种印记的人这辈子绝对逃不掉几个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是你痛苦的根源。佛法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之所以觉得苦，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读懂这只佛眼要带给你的生命功课。拥有佛眼纹的人身上一定会带有两个极其明显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你的骨子里。第一大特征，你拥有极其敏锐的直觉，你的心就像一面清净的明镜。很多有佛眼纹的人直觉准得吓人，这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能力，而是在佛法里，我们说你的清净心比一般人更澄澈，你的灵魂底色太干净了，就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湖水。当你遇到那些心机重、满身贪嗔痴浊气的人靠近时，就像是一滴黑色的墨水突然滴进了你的清水里。你是不是经常有这种经历？一个陌生人第一次站在你面前，哪怕他穿着西装笔挺，递给你的名片上印着一堆光鲜亮丽的头衔，哪怕身边的朋友都夸他，哎呀，这个人是大善人啊，值得结交。但是你只要看他一眼，或者听他讲两句话，你心里突然就会揪一下，觉得毛毛的，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胸口闷闷的，甚至有点反胃。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的气场是浑浊的，是带刺的，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在喊，离他远点，这个人不对劲。你不需要证据，你就是知道他心里有鬼。这就是清净心的明镜效应。因为你的心太纯粹，所以你对世间的虚伪和浊气会产生本能的排斥反应，你的身体在给你报警啊。结果呢，往往过不了多久，这个人果然露出了马脚，要么背信弃义，要么搞出烂摊子，旁人才恍然大悟，而你早在第一眼就看穿了。这双佛眼就是老天爷
给你在这五浊恶世里的保命符，但是老天爷给了你这双看透世俗的慧眼，却也带给你第二大特征，这也是你痛苦的根源，你的我执太重，妄念太多，这条特征最折磨人。有佛眼纹的人，心思通常细腻得像头发丝一样。你们最大的优点是重感情，最大的致命伤也是重感情。在佛法里，这叫做我执与妄念，因为你太在乎别人，太在乎感情的纯粹，你的脑子里就像装了一个永远不会删除资料的硬碟。30年前你刚嫁过去的时候，婆婆在饭桌上给你摆的一个脸色；20年前你最困难时向亲戚借钱被拒绝的羞辱感；10年前你在公司被误解受的天大委屈，这些陈年旧账别人早忘了，连当事人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你忘不掉啊，白天你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忙忙碌碌，还能撑着笑脸迎人，可是一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你躺在床上，眼睛一闭，脑子里的电影就开始放了。你会不断地去想，为什么他对我不公？我对那么好，他为什么要背叛我？你把这些情绪反反复复地咀嚼，越嚼越苦。我知道你不是小心眼，如果你真的是小心眼，你早就报复回去了。你正是因为太善良，不忍心伤害别人，所以你只能把刀口朝内，折磨你自己。你总是替别人操心，操心完儿子，操心孙子，把全家人的苦都背在自己瘦弱的肩膀上。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不断翻滚的妄念正在无形中疯狂消耗你的福报与精气神。佛法说，心念会影响色身，你长期的纠结放不下，会让你的身体像被掏空一样。所以这类人往往伴随着长期的失眠，或者是慢性的肠胃疾病，因为你的痴念与执着把你的身体给彻底毒死了。为了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被妄念折磨，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段佛陀当年真实的经历。听完这个故事，你会瞬间明白，你每天晚上失眠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年佛陀在舍卫国讲经说法，因为他宣导众生平等，打破了当时的阶级制度，这让当地很多权贵和外道非常不满。有一天，佛陀正坐在树下平静地给弟子们讲法，突然一个穿着华丽满脸横肉的富商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这个富商对佛陀充满了深深的偏见与仇恨，他一冲进来，指着佛陀的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他骂得非常难听，什么肮脏的字眼都用上了。他骂佛陀是个骗子，骂佛陀蛊惑人心，甚至编造了各种根本不存在的丑闻来侮辱佛陀的人格。当时围在旁边的弟子们，像是阿难、舍利弗等人，一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拳头都捏紧了，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这个无理取闹的富商赶走。可是大家转头一看，佛陀却依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没有委屈，也没有反驳，他就那样慈悲而平静地看着那个富商，仿佛在看一个正在发脾气的无知小孩。那个富商足足骂了几个时辰，骂到口干舌燥，骂到气喘吁吁，最后实在是没力气了，只能停下来喘气。这时候佛陀才微微一笑，温和地开口问他，这位施主，请问如果你买了一份非常昂贵的礼物要去送给你的朋友，但是你的朋友却拒绝接受，这份礼物最后会属于谁呢？富商愣了一下，没好气地回答，这还用问吗？他不要，这礼物当然还是我的啊，我自己带回家。佛陀点了点头，依然笑着说，你得对，施主，你今天跑来这里，送给了我一大堆的愤怒、恶毒的咒骂和无端的侮辱，这就像是你送给我的一份礼物。但是我现在决定拒绝接受你这份礼物。佛陀停顿了一下，看着富商的眼睛说，既然我不接受，
那么这份名为愤怒与咒骂的礼物，现在又属于谁呢？是不是只能请你自己带回家了呢？那个富商一听，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僵在原地，羞愧得满脸通红，最后句话都说不出来，灰溜溜地逃走了。诸位，这就是你们的真实写照啊！30年前婆婆在饭桌上的羞辱，10年前老板对你的冤枉，都是别人发泄完扔给你的有毒礼物。佛陀有大智慧，当下拒绝，所以心里清净，无烦恼。可是你呢？不仅收下这份毒礼物，还把它当宝贝藏在心里。人家早就忘了并呼呼大睡，只有你还在夜深人静时，把这包发臭的垃圾翻出来反复闻，反复咀嚼。你以为自己是重感情，其实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无休止地惩罚自己。别人骂你一次，你却在心里回放10000次，等于让自己被伤害了10000次。你不放下这份妄念，心怎么可能平静？身体怎么可能不生病？为了让你更明白善良为何会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刃，我讲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大约5、6年前，54岁的林师姐来找我。她走进来时，脸色铁青，眼圈黑得像熊猫，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她双手合十坐下，我一看她右手大拇指就有个清晰无比的佛眼纹。我问她，师姐，心里压着什么过不去的坎？她话没说，眼泪先掉，指着左胸说，这里长了个鸡蛋大像石头一样硬的硬块，表面都开始溃烂了。这就是医学上说的乳癌。我问，为何拖到现在？她哭着说，没钱治，也不敢跟家人说。在我的追问下，她讲出实情。听完我真是又气又心疼。林师姐是家中老大，一辈子简直都在为那个从小被宠坏的弟弟活。年轻时打工供弟弟读书，结了婚还省吃俭用，给弟弟买房娶媳妇。2年前，林师姐因心软，瞒着家人偷偷取出准备给儿子出国的50万留学款，替亲弟弟还了高利贷。弟弟不仅毫无感激，1年后生意再亏，又来借钱。这次林师姐实在掏不出钱，无奈拒绝。弟弟竟翻脸无情，直接跑到他家里大闹。他当着姐夫和外甥的面抖出当年偷偷拿钱还债的秘密，甚至反咬一口，指着林师姐的鼻子大骂她见死不救，想逼死亲弟。那一夜，家里爆发了世界大战。老公得知半生积蓄化为乌有，气得当场提出离婚。儿子留学梦碎，恨得摔门而出，整整半年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林师姐夹在中间，百口莫辩，无人心疼。在极度的悔恨、愤怒与绝望中，她熬了整整2年，每天半夜惊醒，哭完就恨，恨完又深深自责。这股憋在胸口出不去的恶气，在佛法里被称为嗔毒，最终在他体内结成了一团散不掉的恶疾，一个鸡蛋大的肿瘤。看着绝望的林师姐，我没有安慰，反而极其严厉地痛斥她。你今天受的苦，全是你自己求来的。你有佛眼纹，心肠软，总以为自己是菩萨，在救苦救难，但其实呢，你这是在作恶，你这是害人害己。诸位，这句话可能很刺耳，但这是宇宙的真理。在佛法里，慈悲是无上的功德，但在人间，尤其是在这个污浊恶世，没有智慧的慈悲，就是祸害的根源。你看不惯人间疾苦，看不得别人掉眼泪，别人一求你，你心就软了；别人一借钱，你就掏腰包了。你总想去度别人，总想去帮别人扛十字架，可是你忘了一件事，你也是肉体凡胎啊！你以为你是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吗？你有那个法力吗？你为了帮一个不知感恩的亲人，毁了自己的小家，伤了爱你的老公和儿子的心。你这不是慈悲，你这是愚痴，你这是颠倒黑白。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帮了别人，其实你是在干涉别人的因果。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他自己的功课要做。那个弟弟，他为什么会欠债？因为他贪婪，因为他狂妄，老天爷让他亏钱，让他被人追债，这是在教育他，让他长记性，让他回头，这是他命中该有的结束，是他该受的果报。可是你呢？你凭着你那点所谓的好心，你偏偏要插手干预，你帮他把钱还了，结果是什么？他受的苦没受够，他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解决了问题，所以他就不长记性，反而变本加厉，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是你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把他推向了深渊。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天道是守恒的，这个业障，这笔债本来该他自己背的，现在你帮他挡了，这笔账算在谁头上？算在你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拍拍屁股走人，而你却开始倒霉。你家庭破裂，你得癌症，因为你背了不属于你的因果啊！你凡夫俗子的肩膀根本扛不动那个巨大的业力。你的善良如果不带点锋芒，那就是把捅向别人的刀子亲手递到了别人手里，让人家来捅你。这就叫慈悲生祸害。当你过度去承担别人的痛苦，去背别人的业障时，你的福报和精气神会瞬间耗散，你的心血被抽干，身体里的气血就会淤堵，最后就会生出病痛。所以你看那些所谓的好人，为什么最后都积劳成疾？因为他们把福报都耗在了别人身上，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具冰冷淤堵的躯壳。很多人还是转不过这个弯，觉得尼师啊，亲人受苦，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帮他怎么就变成害他了呢？来，我给你们讲一个佛经里非常震撼的真实记载。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彻底明白什么叫做天道因果不可逾越。当年佛陀在世时，残暴的琉璃王因早年受过释迦族的屈辱，心中充满滔天嗔恨，发誓要带兵踏平释迦族，也就是佛陀的母族，将他们斩尽杀绝。大军压境之际，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忍看着族人遭遇灭顶之灾，跑到佛陀面前恳求佛陀用无边法力阻挡这场杀戮。佛陀却只是无奈叹息，这是释迦族累世结下的定业，因果成熟，业力现前，是阻挡不了的。但目犍连尊者不甘心，心想佛陀不救，我来救，我是神通第一，难道连几个人都保不住吗？于是在屠城之时，他施展了不可思议的法力，将自己的化缘钵变大，挑选了500位最善良最优秀的释迦族人装进钵里，用神通送到了九霄云外。他暗自得意，以为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人命，保住了最后的血脉。几天后，大军撤退，城里尸横遍野。目犍连赶紧用神通收回天上的钵，满心欢喜地掀开钵盖。可是看清的那一瞬间，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巨大的钵里根本没有活人，那500个被他用神通救出来的族人，竟全部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无一生还。崩溃的目犍连捧着血水跑去找佛陀，哭着问：世尊啊，为什么我的神通抵不过这业力？佛陀慈悲地看着他，道出因果。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大旱灾，村民饿得活不下去，就把大鱼池里的鱼全部吃光，连鱼王都没放过。当年的村民就是现在的释迦族人，那条被杀的鱼王正是琉璃王，他带领的士兵就是当年被吃掉的鱼虾。佛陀叹道：神通不敌业力，这命债是他们自己欠下的，时候到了就得用血来还。你以为把他们藏在天上是救人，但根本阻挡不了因果法则，强行干预只会让业力以更惨烈的方式爆发。诸位，这就是天道啊！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连法力无边的佛陀
都无法替别人背负业障，都无法改变别人的因果。你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去填补你弟弟那个贪婪的无底洞？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替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扛下他该受的苦？你强行介入他们的因果，你用你的养老金去帮他们还债，这就像目犍连尊者那个装满了人的钵，你以为你保住了他们，最后只会发现一切都会化为一滩血水。不仅他们没得救，连你自己也会被这股强大的业力反噬，赔上你的健康，赔上你的家庭。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要绝望了。照你这么说，那我这辈子是不是没救了？我是不是活该受罪？错了，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给你这个佛眼纹？这其实是一个无上荣耀的印记，这就带出了有佛眼纹的人第三大特征：你跟佛法有着解不开的宿世因缘，这一点最为神奇。你们这类人可能平时不怎么去庙里拜拜，也不一定天天烧香念佛，但是很奇怪，只要你一走进那种庄严的古刹，只要你一闻到那个檀香的味道，或者听到师父念经的声音，敲木鱼的笃笃声，哪怕你根本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触动，那种感觉像是心脏被猛烈地揪了一下。甚至有些人一看到那尊低眉慈悲的佛像，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哗啦哗啦地流，根本控制不住。旁边的人问你，你怎么了？受委屈了吗？你摇摇头，你说不出来，因为都不是，那是你灵魂深处的记忆被唤醒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流浪了很久很久的孩子，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受尽了风霜，突然有一天推开门，看到了自己的亲娘，你终于回家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前世就在修行。在佛家有一句话叫做再来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灵魂不是那种懵懵懂懂的新灵魂，你是在前世已经修行过，在佛前磕过头，发过大愿的人。你这一世带着这个印记来，就是为了把没修完的功课修完。所以诸位有佛眼纹的朋友，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你这辈子之所以这么苦，之所以总是遇到那些奇奇怪怪不讲理的冤亲债主，不管是你那个讨债的败家儿子，冷漠无情的老公，还是那个背后捅刀子的同事，这都不是偶然。为什么？因为你的灵魂要升级了，老天爷要把你前世、前前世欠下的所有烂账、情债、钱债、人情债，在这一辈子集中起来，全部给你翻出来清算。这个过程痛不痛苦？当然痛苦，简直是扒皮抽筋的痛。一下子让你还这么多债，你肯定觉得累，觉得喘不过气，觉得天道不公。但是诸位，你现在要学会转念。佛法教我们转念一想，那个欺负你的人，其实是他背着业力来帮你消业障的；那个骗你钱的人，其实是他舍了福报来帮你还债的。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信众，凡是手上拥有佛眼纹的人，只要他真正听懂了还债和消业这个道理，他心里的郁结，身上的病痛，当场就好了一大半。为什么？因为他不再怨恨了，他的心结打开了，他心里会想，好，这笔债我认了，我还完了，我就干净了，我就解脱了，我们就两清了。所以当你觉得苦的时候，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怕苦，吃苦就是了，苦我不怕罪，受罪就是消业。每一次的痛苦都是在清洗你灵魂上的灰尘，每一次的流泪都是在洗刷你过去的牵绊。等到你把这些该还的都还干净了，也就是你大拇指上这个佛眼真正睁开的时候，到了那个境界，你就不是在受罪了，你是在看戏。你眼看着这世间众生忙忙碌碌，
争名夺利，为了几两碎银子打得头破血流，而你的心已经回家了。你坐在岸边，看着河里的水流，你知道你是要过河的人，接引的船已经在等你了，而他们还在水里挣扎，还在互相拉扯。这个时候，你会对他们生出无限的慈悲，而不是怨恨。你会看着那个还在骂你的人，心里想，可怜的人啊，你还在造业，你下辈子还得来还，而我已经不用来了。这就叫大彻大悟，这就叫解脱。你可能会问，尼师，如果我不恨，那我这满腹的委屈该怎么办？难道好人就活该被冤枉，活该被欺负吗？为了打开你们这个死结，我要送给你们第3个故事。这是在我们佛教界非常真实且震撼人心的一个公案。主人公是大家非常熟悉、无比敬重的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在大陆的承天禅寺修行，他修行非常刻苦，不吃人间烟火，只吃水果，大家都叫他水果师，因为他修持极高。寺庙里的住持和当家师傅都对他非常器重，其他的和尚对他也是十分敬仰。可是有一天，寺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大雄宝殿里的功德箱，也就是装香油钱的箱子，被人撬开了，里面满满的香油钱全部不翼而飞。这在当时可是犯了佛门的大忌啊！当家师傅立刻把全寺的和尚集合起来，脸色铁青地说，昨天晚上只有广清一个人在大雄宝殿外面打坐，这笔钱是谁偷的？不用我多说了吧？这句话一出，全场哗然，大家看广清和尚的眼神瞬间全变了。昨天还把他当成活菩萨，今天看他就像看一个道貌岸然的小偷。从那天起，广清和尚在寺庙里的日子变成了地狱。走在路上，师兄弟们故意朝他吐口水，吃饭的时候，行堂的师傅故意不给他盛饭，只给他留一点馊掉的菜根，连刚入寺的小沙弥都敢指着他的背影骂他是佛门败类。这可是足以毁掉一个修行人清誉的天大冤屈啊！可是你们知道广清老和尚是怎么做的吗？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面对全寺上下的冷嘲热讽和恶毒辱骂，他没有说过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他没有找当家师傅申冤，也没有生气发怒，他依然每天平静地打扫庭院，平静地打坐念佛，仿佛大家骂的根本不是他，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1个星期之后，当家师傅再次把全寺的和尚召集到大雄宝殿。这一次，当家师傅的眼眶红了，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从袈裟里拿出了一大包完好无损的香油钱。当家师傅扑通一声跪在佛像前，流着泪对大家说，这笔香油钱没有人偷，是我自己藏起来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考验广清的修行境界。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境界我们全寺上下加起来都比不上啊！全寺的和尚听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那些曾经辱骂过广清的师兄弟，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纷纷跑到广清面前磕头忏悔。有人流着泪问他，广清师父，您明明是被冤枉的，您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解释啊？您这7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广清老和尚依然是那副平静慈悲的面容，他淡淡地回答了2句话，如果不被冤枉，我怎么消我的业障？如果我去辩解，我的心就乱了，我又怎么能成佛？诸位，什么叫做再来人？这就叫再来人，这就叫吃苦就是了苦。广清老和尚知道，别人把脏水泼到他身上，其实就是在帮他洗清累世的业力。当这7天的屈辱受尽了，这笔业障也就彻底消散了。所以荧幕前有佛眼纹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个恶意中伤你的路人，那个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亲戚，他们就像是那些朝老和尚吐口水的人，
他们看起来是在伤害你，但从灵魂的维度来看，他们是在牺牲自己的福报，来帮你偿还你前世欠下的债啊。你每受一次委屈，你的业障就少了一分；你每流一次眼泪，你的灵魂就干净了一层。等你把这些委屈都咽下去了，等你面对一切刁难，都能平静地在心里说一句随缘消旧业，你这辈子的功课就彻底圆满了。但是各位朋友，我也要给你们泼一盆冷水，哪怕你现在心境转过来了，哪怕你懂了还债的道理，我们毕竟还活在这个世俗里。佛家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未来的日子，人心会越来越浮躁。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当个烂好人，不懂得保护自己，你的福报很快又会被消耗殆尽。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50岁、60岁往上了，如果你还把自己的精气神到处乱撒，神仙也救不了你。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开3帖解药。这3帖药不苦，不用花钱买，但它是你晚年平安的护身符。今天看完影片，你立刻就能开始做。第1帖解药，收起你的无底线，善良必须带点锋芒，不乱动因果。我发现很多有佛眼纹的人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极度缺乏边界感。你觉得你是菩萨心肠，是在积德，其实你这是在漏福。我之前看过一位张师姐，62岁了，人好到什么程度？老家侄子要结婚，买房差30万，他自己手里只有10万养老钱，他竟然傻到去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借给侄子，结果侄子生意失败，人跑了。张师姐急火攻心，当场脑中风。我当时就说她，你以为你在帮人，你这是在乱动因果。记住了，佛眼是让你用来清真相的，不是让你用来流泪的。从今天开始，学会说不。别人来找你诉苦，你听着就好，倒杯茶可以，但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不要陪着他一起怨天尤人，那会沾染浊气。别人来借钱，救急不救穷。如果是个无底洞，直接拒绝。你不要怕得罪人，因为你拒绝就跟你翻脸的人，那是佛菩萨在帮你清理身边的垃圾。你的善良很贵，你的功德很珍贵，要留给懂得感恩的人。第2帖解药，学会闭眼，收摄6根，护持清净。这第2点叫闭眼，在佛法里这叫做收摄6根，眼根不攀缘。眼睛是我们消耗精气神最大的一个管道，你盯着一个讨厌的人看久了，你就会生气，这就是在动嗔念，在耗你的福报。有佛眼纹的人，因为你看得比别人清楚，所以你眼里的沙子也比别人多。你看不惯媳妇带孩子的方式，看不惯邻居乱丢垃圾，看不惯老公袜子乱丢。听我一句劝，你要学会闭眼。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怎么过日子，那是他们的因果。你别看，别管，别瞎操心。你不关心，你不执着，这不叫冷漠，这叫放下。在这个纷扰的世道里，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半瞎子、半聋子，把那双一天到晚盯着别人过错的眼睛收回来，看看自己，这叫内观。多看看自己今天心里平不平静，这才是正经事。第3帖解药修心，先修口，止语与观心实操。很多人都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看过太多太太手里拿着佛珠，家里供着观音，嘴里念着阿弥陀佛，结果转头就跟邻居吵架，或者在电话里跟老姐妹抱怨，哎呀，我那个媳妇多不孝顺，我那个儿子多没出息啊。这叫什么修行？这叫漏斗。你念经积攒的那一点点微薄的功德，全从你这张破嘴里漏光了。这在佛法里叫造口业。真正的修行不在嘴上，在心上。如果你控制不住想唠叨，想骂人，我教你2个极其简单的微小行动，今天就开始练。第1个动作，物理止语法。
当你觉得火气噌地一下要上来，控制不住想骂人的时候，马上去倒一杯温水，含一口在嘴里，别咽下去，就含着，含满3分钟。这3分钟里，你骂不出口，你的大脑会冷静下来，那一股无名火就降下去了。这就是最强制的止语修行。第二个动作，睡前3分钟观心法。每天晚上睡觉前，不要再回想白天谁对不起你。你平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吸气，知道自己吸气；吐气，知道自己吐气。把白天散乱在四面八方的心，全部收回到你的丹田里。只要3分钟，你的心就定了，妄念就断了。诸位，大道至简这3点，带锋芒的善良，收摄6根的闭眼，止语观心的平静。如果你能做到，我保你，哪怕外面风浪再大，你也能稳坐莲花台，晚年绝对是福慧双修。最后，我要跟你们讲一段心底话。这辈子你们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你们总以为毫无底线的付出就是善，以为委曲求全就是修行，但那不是善，那叫愚痴。真正的善是带着智慧的慈悲，是你把自己照顾好了，身体健康了，心里充满阳光了，你站在那里，不用刻意说什么，你就像一尊佛一样，浑身散发着暖洋洋的光。你的家人看到你，心里就踏实；你的邻居看到你，心里就欢喜。这就叫一人修道，福荫全家。你自己就是家里最大的风水眼，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强的磁场。这是一个修心的时代。以前我们总觉得要靠拼搏，靠手段去赢，以后我们要靠德行，靠能量去安身立命。我请你们千万不要带着怨恨度过余生，更不要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从今天开始，要在心里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默默说一句：谢谢你帮我消了业，现在我不欠你了，我也不恨你了。当你真正放下的那一刻，你大拇指上的那只佛眼才会真正的为你睁开，他看到的将不再是人间的苦难，而是生命的圆满。他会告诉你，这一趟人间你没有白来，你把债还清了，你把爱留下了，你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完成了这一生的功课。诸位，佛家常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今天你能看到今天的内容，能听我在这里跟你唠叨这么久，这就说明你的缘分到了，你该醒了。现在我想请你们做最后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给这个纷扰的世界注入一点正能量。请你再次伸出你的大拇指，看看那只陪伴了你大半辈子的天眼，然后在心底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如果你今天的心结解开了，如果你决定从此换一种活法，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为自己也为所有受苦的善良人留下这8个字：还债圆满，功德无量。让我们的留言区汇聚成一个最强大的正向起伏磁场。让我们看看今天这里能相聚多少位历劫归来的再来人。愿荧幕前的诸位心中有佛，手中有智，晚年有福。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影片见。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的内心多了一份平静，或是为您解开了多年的心结，非常欢迎您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每一次点赞与关注，都是我们持续传递正法与温暖的最大动力。愿我们在修心转念的道路上一路结伴同行，一起迎来更自在圆满的自己。祝福大家。